如果德国人民没有他，也许病了，只能等死。因公受伤后，在社会难以立足，你老之后只能在困境里熬到尽头。而这个男人就是铁血宰相俾斯麦。俾斯麦出生于普鲁士的容克家族。俾斯麦虽然贵族出生，却没有贵族的休闲，他的一生似乎都在求而不得、极度高压与猜忌当中度过，这让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生存的脆弱与权力的代价。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达尔文主义极度盛行。弱者似乎注定要被淘汰。一场重病足以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没有医疗保险，工人一旦生病，不仅会失去收入，还要支付高昂的医疗费，许多人只能听天由命，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工厂和矿山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工伤事故频发，一旦发生意外，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会被无情的抛弃，沦为乞丐或被送入济贫院，几乎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在没有养老金的年代，衰老意味着劳动能力丧失，只能依靠微薄的储蓄或家人的接济，绝大多数底层老人只能在贫困和绝望中熬到尽头，晚景凄凉。而俾斯麦所处的年代，德国工人运动十分激烈，迫使俾斯麦不得不推行社会立法，以缓和矛盾。因此，俾斯麦主导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体系。1883年推行了疾病保险法，强制工人参保，雇主与雇员共担，从而保障工人能够免费看病、住院、手术等。同时，工人因病无法工作期间，可领取现金补贴。从1903年起，也开始为工人家属提供部分免费医疗。1884年推出工伤事故保险法，从此因公受伤或患职业病的工人仅由雇主承担，工人无需缴费。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论工人有无过失，只要是在工作中受伤，雇主就必须赔偿，覆盖治疗、手术及必要的康复训练。1889年推行了伤残和养老保险法，雇主与雇员各缴一半，国家为每位参保人提供每年50马克的补贴，年满70岁达到条件可终身领取，金额与工资水平和缴费年限挂钩。这3项法案的影响远超德国国界，它们共同构成了著名的俾斯麦模式社会保障体系，其核心是雇主、雇员、国家3方共担风险，这也让德国迅速从后发工业国变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俾斯麦推行这些，自然不是出自大慈大悲。俾斯麦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些福利是消除革命的投资，因为在俾斯麦所在的时代，猛人实在太多，他们分别遍布在3大阶层、贵族和有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俾斯麦不是圣人，他的所有改革都是为了维护容克贵族和君主制的统治。他镇压工人运动，骨子里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但他又是伟大的改革者。他超越了他所属阶级的狭隘视野，以一种务实到近乎冷酷的手段，为无数素不相识的底层民众构建了一道抵御生活风险的屏障。